我习惯在等待的时候点上一根烟。余伟说这是他的安全感，我想对我来说也是。我的朋友被生活给揍了，我和我的邻居也一直没在生活面前抬得起头，因为交不起高昂的房租，被迫的他换了个房租更低的地方。2个书架便送给了我楼下的邻居，邻居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以后我们租到了一个小区。朋友们都说他是艺术家，他却说自己是个穷画画的。我有时候会待在他家看他画画，他的装修我也很喜欢。旧书架对于他的房间来说太单调了，所以我们准备改造一下。我们算是老朋友了，我知道什么在他的审美上，当然也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我一直都知道他喜欢欧洲17世纪的巴洛克艺术，他总和我聊极繁主义的一些审美主张。我想可能这种方向会适合他。我看到他房间摆放的朱利亚诺，这个雕塑被他画上了类似于纹身的图案，而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救赎。我想明白这个词对他的意义，这也是这次书架改造的主题。书架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书架要满足存放东西的要求，在改造方向上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应该是加门板来增加表达空间。2个书架中间的位置可以做上艺术造景。我们设想的打开方式有对开门、抽屉、翻盖门，这些倒是可以给书架创造出来供我们发挥的版面，但是这些版面都不够完整。突然我想到了15世纪尼德兰地区的鸡蛋画形式。鸡蛋画是多翼式的开闭型的打开方式，如果改成左右推拉式的门板，似乎可以完美解决没有完整门板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实现的问题了。初步设想是在上下延伸出顶板和底板，方便固定轨道。最后就是确定门板尺寸，以及安装顶底的滑轮。既然基底确定了，接下来就是门板上我们要做什么文章了。风格上自然是延续欧洲的装饰风格，在表现上做从上到下一个时间的顺序推进。既然是救赎，最顶上的造景我的设想是依照希腊时期的神庙造型。文艺复兴向往的希腊人文主义应该也是他心中最理想的时代吧。他钟爱雪山，如果幻想中的世界有一个具体形态，那应该就是圣光下的雪山了吧。或许那也是他心中的远方。下面的门板简单划分成了左中右3个区域，我想救赎的光会照耀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就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作为参考，中间区域的话，我在角落发现他曾经搜集的石膏脑袋，那是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带领法国人民为追求信仰和坚守正义而战的圣女贞德。不知是他无意的搜集还是巧合，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背景同是14、15世纪。如果左右的门板象征着爱情，那么中间便是向上的动力。如果从神庙到门板是时间上的从古至今，那么从下往上不也是救赎的从始至终吗？只有贞德的头像还是过于单调。我的朋友近年开始有了看日出的爱好，我想帮他模拟光洒下来的场景，把贝伊尼圣德列萨祭坛雕塑后面的金色饰条元素加入进来，效果应该会丰富很多。最底层用来描述现状的话，我的设想是用断壁残垣来表示废墟。可能生活并不是废墟，但是如果渴望救赎，那这种感情一定要由破败中产生，才最为纯粹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光。首先神庙的顶做成灯箱，
在轨道底部的两边以及阳台边柜上附着一层镜面的肌理反光板来增加氛围。具体的想法剖析还是放到具体的制作中展开聊。我想可以进行一些草图的规划和零件的制作了。希望这次改造完成后，每当他看到这场景，都能重新燃起奋起的动力。好了，我们下期见。